手术成功后，你会重获新生，当然整个过程里头你也会承受相当的代价。而我作为医生能做到的，就是让这个代价最小。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，对你，对我，都是。手术过程中还会有很多无法预估的情况，所以这场仗需要咱们俩一起努力，共同冒险。我会全力以赴，但至关重要的是你的信念。当然，我会宣告每一位患者，不管别人怎么讲，你自己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只想像个人一样活着。术后我怎么跟你说的？1周之内不能剧烈运动，抽脂才3天就敢去跑步。救护车晚来5分钟，你小命就没了。丁检看，他这种情况还需要再观察2天。好，美女，你都瘦成这样了，还有啥脂可抽啊？听姐一句劝，别把身体搞坏了。我最讨厌听这种正确的废话，随时随地掉一大把头发，半年不来1次月经，要不是为了保住饭碗，谁愿意啊？别人只看你上镜够不够瘦，能不能塞进最小码的衣服。不要吹啊！我现在应该在飞机上，这个秀他第1次来到国内。行。小心！你什么时候呢自己走出这个病房，我就什么时候放你出院。这里是最好的医院，最好的大夫了，能跟咱这样。你看着他，你有什么不满？哎呀，哎，你别闹着出院了，行不行？你好，你好，怎么了呀？这是？哎，对不起啊，那小孩子闹别扭，我一会儿马上收拾。砸死我吧！就你一个人烦恼，我也累啊！你只用关心你的病情，外面所有的事情我一个人在扛。这些治病的钱全是我借的，现在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了，所有人躲着我，你能丑化我，那我呢？我就是谁啊？你小点声啊，这医院。钱的事哥会想办法，不用担心啊。去床上躺着啊，乖，慢点。朝阳呢？哎，早上看他签到了呀。签到的意义是什么？是表明我来上班了，不是我来过。都要这样，这规章制度还有什么用啊？又不是第1次了。季主任，在家里啊，您是管不了乔大夫了，可这是单位啊。有事说事儿，扯什么呢？查房。要说责任心啊，还是要看人家乔阳，查房顾不上了，整天盯着那几个重点病人。不盯着哪行啊？猛龙，你这手术这么火，都上新闻了，人家不得紧紧抓在手里？哎，你说的也是啊。拟定明天早上进行疤痕修复术，这是他的病历和手术方案。李主任，乔阳在方亭病房呢。
主任，你先帮我过去看看。看哪儿呢？那儿有病人。身体有血管的结构都差不多，但它瘤子上有些我们看不清楚的，所以嘉阳，小心就可能是会出来一下。所以你要多准备点弹簧圈。然后你有事儿，在短时间内我们就会来做这个手术。状况良好啊，宝贝。啊，谢谢医生。有屁快放，又要上手术呢。您就不能稍微给我点面子吗？好歹我也是你领导啊。季主任，有屁快放吗？你这么上心，不就看着那个方婷手术难度高了吗？我跟你说，老太太不可能松口，让你挺门诊就让你消停点，主刀的事儿趁早别惦记了。不好意思，手术方案已经做完了，全切。全切？我有信心。你哪来的信心啊？你疯了？这个真不行啊！万一弄不好，毁了他又毁了你。那我就争取弄好。你老是这么油盐不进的，你听我一回行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就不能劝你姑娘将就一下呢？将就什么呀？这要是刚出生，家里人接受不了，想做的好一点，我能理解。她都20多岁了，这20多年不管外人怎么看，她自己怎么都习惯了，不是吗？这吃喝拉撒又不影响，美不美的有命重要吗？干嘛还？我又没说错什么啊。我选择做全切不仅仅是为了美，是想让她活得像个正常人。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懂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美就是和命一样重要。你身为一个整形大夫，居然这么轻视美的重要性，也难怪这些年在技术上毫无进步。这怎么又训上我了？这不是说手术呢吗？你好好学习，看不懂来问我。前2页套话直接跳过，从第3页开始看起。昨天爸给我打电话了。咱俩都离婚多少年了，季雪峰，你老管我爸叫爸这事儿，你老婆知道吗？你问我什么事儿行吗？小杨，什么情况？急诊送过来的，男，19岁，打病的时候出了意外，球啊直接击中了半边脸。哦，谁是急诊的？你们做什么处理了？我们做了基础清创，面部粉碎性骨折，颧骨整个被砸没了。以后你们急诊有这种手术的，给我送过来。那几个实习生呢？都给我叫进来。哎。视野再大一点。冷静，大家冷静。把你们负责人叫出来！周主任早。早。周主任，主任好。是。你们没事吧？就这样吧。陆月呢？他没事，他走的后门。这个老狐狸。周主任，周主任早。周主任，周主任，周主任早。早。李总早。早。早。您这一天天忙的，我这一路追着喊您，想跟您汇报个工作，您都没听见。没听到。哎呦，你这头发上，
你们怎么回事呀？不跟主任说一声？我们都是从后门进来的。怎么做手术？你听你的。怎么跟人打交道呀？最好还是听我的。还有，你千万别太累，整个科目都靠你一人撑着呢。我现在啊，唯一担心的就是你身体。我没事，我挺好的。周主任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哟，都下呀！皮肤科这个月业绩你看见了吗？又破纪录了。好多人说风凉话，说他们的皮肤科是你们整外3倍什么什么的，我坚决不同意啊！不同科室没有可比性，我的心在你们整外哈。李总，你也知道现在获客成本这么高，你想让我冲一冲业绩，再多给我一点预算呗。什么批不批的呀？你是格木老板娘，要是整外大主任，咱这不是商量吗？唐总老说轻医美是大势所趋，说你们整外利润又低，现有预算还要再降，起码要降40%。什么？40%？说的是人话吗？他说一次我跟他急一次。主任，等等，那我长话短说，很快咱们会开一个会，会上唐总有一些重大的人事调整会宣布，关于科室合并。哎，科室合并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了吗？唐总坚持，等我通知他。主任，杜院一直在等您。啊？怎么啦？杜院，你愁眉苦脸的，医闹的事儿吧？这种事我们不是见多了吗？那个小胡子就是医闹专业户，在哪个医院门口都见到他。不管怎么说，都是给医院添麻烦了，这个责任我来承担。这样你们也好有个交代。秦总不在，跟你说也一样。哎，别，杜院，您是格木的院长，格木这艘大船怎么可以没有你这个船长呢？再说你要真走了，不就承认格木给人家做毁容了吗？这个我可不同意啊！哎，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，我也劝他们了，就是不听，说是跟我这么多年了，格木这不还有你这把明刀坐镇吗？应付个轻医美绰绰有余啊。待遇的问题吧，前阵子整外确实是有些困难，但是我已经跟秦总申请了一笔补贴，正在过财务，下午就发给大家。这5年，你秦总对我真是没话说。现在司机牌照也拿了，医院也走上正轨了，我也算是功成身退。我毕竟是个医生，我是搞专业的呀。那个恐龙女孩你也知道吧？人家本来先找的我，我是想做，可咱医院有这个实力吗？现在早去3月了，当初我就是从3院出来的。你们来找我的时候，说好了一起把格木这块牌子干起来，可现在呢，真正有难度的手术一个都做不了，天天拉双眼皮，还被人追着骂整形变毁容，我在这图什么呀？杜院辞了，梁医生他们仨呢也跟着一块儿走了。这以前咱们整形外是杜院长、周主任双星闪耀，而现在呢就剩下周主任这一把名刀了。他技术再高，那也是孤木难支啊。一直在传整外要和皮肤科合并，转型成轻医美，这一闹，这不得成真的？周主任不是医院的创始人吗？就算是整外跟皮肤科合并了，对他也没有影响啊。你刚来还不清楚这里头的关系，我这么跟你说啊，咱们整形外科就好比是拿铁，那皮肤科呢就是美式。这拿铁是咱院的招牌，靠这个起家的。但是现在呢，美式的销量是拿铁的好几倍。所以李总的意思就是咱以后啊不卖拿铁了，客人要想喝可以点美式加奶啊，味道差不多，成本还低。那能一样吗？你说到点儿上了，所以这一合并啊，拿铁就彻底退出舞台喽。我不要做拿铁，咱俩换啊。哎，这我喝了。
碎成这样。那碎骨清理完，接下来要做什么呀？将碎骨块复位，拼接碎骨，用钛网固定。你们就想象这是拼图，把这块粉碎的颧骨拼接回去，就得给人拼好。这小伙形象多好，是吧？太棒！考验美术功底的时候到了。整形不单是个技术活，还得讲究它艺术。这勾挂的手都抬不起来了，整整5个小时啊！这乔大夫怎么不累呀？我这么跟你说啊，1天5台手术，哎呀，他可能还有点累。10台手术，那是越做越精神；要是20台手术啊，那觉都不用睡，别人脸碎了，他就跟打鸡血似的。用他的名言讲，做手术都累，还干什么外科呀？以后你们急诊有这种手术都给我呀。学挺像你，咋不当演员呢？去，裴正吃饭。有什么好吃的？还是老三样，都谁点的外卖啊？我。能不能有点创意？咱脑子用来思考了，咱眼睛是用来发现美的。点外卖了就这么没想法，你技术上能有创新吗？刚下手术密点石啊，有什么天大的事儿啊？我的饼干。方婷，女，23岁，骨纤维异常增殖症，12岁开始发病，到现在已经长出了跟卢老一样大的巨型的肿。3月诊外开科几10年，这么大的还是第一次遇见。其实这个病例在业界早就传遍了，全国上下30多家专科医院没有一家敢收。直到上个礼拜，终于找到咱们这儿。肿物的血供非常丰富，累积了整个的面部，术中一旦发生出血，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，没人有100%的把握。这个手术的难度确实有，但是以咱们医院的实力来看，问题不大。既然病人已经来到了我们医院，我们就不应该把他往外推。病人的家属我已经见过面了，我说早该来3月。小季，把咱的手术方案给大家说一下。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啊，在最大程度规避风险的前提下，先把视野和通气的问题全部解决，要是病人的生活完全能够自理。肿瘤占据2/3的面部和1/3的颅脑，我们的手术只接触鼻以上的部分，鼻以下全部保留。切除部分占整体疾病部分的20%，比例不大，但是你这20啊，就在这儿。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这台手术了，这将是我们3月又一次的经典战役。不好意思，手术方案还有不足的地方。看大家还有其他的意见没有？我们省外没意见，我们也没意见，没意见。我们也没什么意见，全力配合。好啊，相信这台手术会让国内乃至国际上都看到咱们3院的水平。希望各科室紧密配合，大家全力以赴。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了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。行，散会。主任，我有意见。会议讨论都已经结束了，你又没听，提什么意见？我是想问问，这治病救人，救死扶伤，还是不是咱们医生的天职啊？谢谢。你不要给大家扣帽子，有话就说，大家还有事儿呢。我的意思是吧，这个切20%啊，对于别的医院来说确实很难，但对咱们3院来说，那是10拿9稳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那你还说什么呀？20%的局部切除根本就不是病人真正的需求，要切就得全切。我已经看了不少资料了，方案也已经做好了，
只要再多给我一点点时间细化，我保证能拿出让院领导和患者都满意的方案。先吃饭。还没吃饭呢。哎，厉主任。哎，给你们说个好消息，手术方案定了。定了。乔医生啊，特别关照你，我说得让他亲自过来跟你说手术方案。手术难度确实比较大啊，不过我们会在安全的前提下，尽可能的摘除肿瘤。尽可能是多少？鼻翼上方20%全切，主刀的是我们科技术最牛的季主任。咱们这个手术先把视野和通气的问题解决掉，其他的问题咱们再说。具体的问题呢，你问一下乔主任。我一会儿呢还有个会。这个法式不错呀，真挺漂亮的啊。主任，我送一下你。不用了，慢走啊。上手术前不能抹指针了，没收了。别碰我东西！我不做你那个狗屁手术，做了也是白做。干什么呀？主任不是说了吗？这是第一步，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的，是吧？还有什么机会？什么机会？继续做怪物的机会？这一大坨还在。我不做是个怪物，我做了还是个怪物。所以20%局部切除的方案你是不接受的吧？绝不接受，绝不！你保证我能全切的？你就是个骗子！怪我活该被骗，怪我就该去死啊！配速不行啊你！今晚高低拉到你。好疼！我看看。手还能动吗？哪疼？这儿疼。疼。是开玩笑的腓骨骨折了。我已经确认过了。那晚上哪找夹板啊？我觉得你去我车上把我急救包拿一下。手能动吗？可以。小东，打电话叫120。好。后脑勺没着地了。喂，120吗？对，我这边有队友受伤了，在那个大城北路这边。忍一忍，我帮你简单固定一下。你也是医生啊？外科的？你呢？这么明显了，看不出来吗？所以你说这种情况，全切和切20%有的选。是，全切是风险大，但切20%风险小不代表没风险。而对医院来说，做这么一场高难度手术是一次好的宣传，医生也可以写论文评职称了。那对病人来说呢？我以前顶了个巨瘤，做完手术变成了一大瘤，我照样不能出门，照样没法正常生活呀。那你说这手术意义在哪？病人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么一场手术？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你先等会儿啊，我问你啊，你参加这个骑行队的意义是什么？怎么了？你看看，来这儿的每一个人都累一天了，有人聊工作吗？我不累啊。放松点啊，咱把工作留手术室不成吗？我看你是同行，随便跟你聊两句。这世界已经够险了，幸亏你不是我同事。哼，我要是机会跟你同事了，第一个卷死你。你们能听我说两句吗？我是格木的合伙人周静文，我也是整外的主任。关于杜俊辞职的事情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传成这样。但是事实呢，是在昨天上午，他被我们董事会给开除了。哦，关于院长为什么开除他？杜俊不管是从医术到医德上，都是一个非常让人失望的医生。
在这里如果有杜俊的客人，全部由我来接手。谁呀？哎，大家先安静一下，先听我们主任说，好吧？没关系，你们要是不了解我呢，可以在大堂的医生墙上看我的履历，或上网搜我的名字，就可以看到我之前的手术案例了。对，大家可以别忽悠了查一下。你那手术都排满了，哪有时间呀？我下周一的手术能不能做？明白，我会全力以赴。接下来呢，会交给我助手来替你们排期。哎，还有一个好消息啊，接替杜俊的医生马上就要来了，他是我们行业最好的医生，你们放心。你在哪儿呢？这儿有点情况，最好马上来一趟。周静雯，你就不配当医生。乔阳，我们走着瞧。听说手术风险很高，你害怕吗？怎么算都算是我赚，要是失败了，正好重新投胎，说不定下辈子是个小美女呢。亲爱的，那个恐龙女孩的手术是谁做的？哎，李总，怎么了？这秦总才离开几天啊，就出这么大的事儿，老杜怎么连我电话都不接啊？什么情况？哎呀呀，行了，这你什么情况啊？低压120，高压160，还着急上？老杜不接电话，说明人家去别的船上掌舵去了，犯不着跟你这费口舌。今天要吃了吗？现在吃。杭总，真不好意思啊。这一早客人特别多，忙到连水都没喝，饭也没吃。你们吃了吗？要不要一起点？不用，我血压高，我吃药。我也不用，我胃疼。昨天我2点钟走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跟我一起撤嘛。是啊，李总，你也太拼命了。你以后这种局就交给秦归。哎呦，那我能不喝吗？咱们这行竞争那么激烈，就你要那些设备。每年更新换代，凭什么每回格木都能用上第一批？那不都是我一瓶一瓶喝出来的？格木想要办好，老唐出钱，静雯呢有医术懂管理，我也没别的本事，只能付出我的肝，献出我的胃。淮山牛百叶汤，护肝养胃，点这个啊。还有心思吃的这么细致吗？你说说你们整外。利润上不去，可破事儿一件没少啊！年初我大几百万刚给你们进的新机器，就这整容变毁容这事儿，还没过去呢吧？院长跑了，带走3个主治，还是最赚钱的3个，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现在咱们格木的信誉眼看就要毁在你们整外手里了，你说说这个事该怎么解决？整外跟皮肤科合并，转型成轻医美，不就一切解决了？王总，这不是您的主意吗？肯定是啊，而且李总不也一直都说这是行业的大势所趋吗？周主任，你们啊，平时不能总是闷头待在手术室里，有空多出去外面看看，看看行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，对吧？唐总，您是从那个汉中街来的吧？啊，您刚刚有算过这条街总共有几家轻医美医院啊？4家，一条街有4家。你说我们荣川有多少条街？这个轻医美比美甲店还来得多呢。我花钱买设备，拼了命去拿到了4级手术牌照，还不就为了跟他们有区别？他们不能做的，我们格木能做，这就是格木的核心竞争力。李总，对吧？必须是呀，老唐就太着急，你不高血压谁高血压？这都说了，合并这是战略方向，得从长计议。眼前现在有更着急要解决的事情。周主任，唐总，你看，
这个是3月最新的病例，全国关注的恐龙女孩，主刀是他们院最年轻的主任季雪峰。这人你知道吗？你想找他来接替杜俊啊？靠谱吗？技术好，又接了方婷这个大手术，现在是3院重点的培养对象，将来是要当院长。你说这个3院的院长到我们格木来当院长，信任危机不就一下解决了？啊，不是，等，别的我没听懂啊，但是有一点我听明白了，这个人他是3院的预备院长，对吧？嗯，那人家为什么要来格木当院长呢？你扯点现实的。呀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过分了啊！人家周主任为格木多不容易啊！咱们定一个时间吧，1个月之内，周主任要是真能把季主任挖来格木，那也算是给唐总一个交代，啊？行，李总说了算。要是挖不过来呢，这个皮肤跟整外合并，我的位置，唐总随便定。回来了。哎，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？哎，老婆大人召唤，我还不赶紧订最近的航班，马不停蹄飞奔回来。是。这么晚还在工作？哎呀，没洗手，去洗手哦。杜俊那手术的事情不是都解决的七七八八了吗？怎么又闹大了呀？估计这个老杜早就想离职了，这波杀驴。至于为什么那么大的舆论，肯定是有人背后针对我们，是谁我还不清楚啊。家里有吃的吗？我饿了。你飞机上没吃啊？睡着了。哎呀，给你泡泡面啊。嗯。我听唐总的意思，整形科要跟皮肤科不合并，还解决不了整形变毁容这件事情。好像不这么干，咱们格木就得完蛋。但我琢磨着，这道理也说不通啊。哎呀，反正这个唐军呢，就是听李启的，说什么轻医美，本钱第一来钱快。现在咱们什么项目啊，都还要过李启那一关呢。你说到他们两个，哎呀，那个可肉麻的，那个药啊，我看李启恨不得塞老汤嘴里。看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。有一说一，唐总呢脾气是差点，但人还是不坏的。当初没人看好我们的时候，还只有他坚定地投了格木。得了吧，那个老唐只看眼前的利益，他从来看不到3步以外的事。他就是命好，家底厚，以他的智商啊，早就破产800回了。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去找季雪峰啊？不知道，去了再看吧。杜远离开3院的事情，之前闹得沸沸扬扬，你这会儿上赶着去找他，又没点关系，我是担心啊，你门都找不到。不然怎么办呢？里里外外都僵到这儿了。哎呀，我不知道，想起来就头疼。好了，不要烦啊。用我爸的话说就是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你知道吗？这次回去太夸张了，那一桌子除了我，全都是2大2小起步。表弟你记得吧？他们家都生第3个了，怎么那么能生啊？不过那几个小家伙嘴倒挺甜的，一口一个表叔的给我叫着，还给我背出师表呢。别嫌我烦啊！体检结果出来了，甲状腺激素还是有点高，所以你还得注意要调整，啊，要不然咱们这几个月的努力不要白费了。我还不够努力啊！啊，烟都给戒了，该配合我都配合了，别给我压力了啊！不要有压力，所有这些烦心事儿，特别是工作上面的事情，交给我，行不行？不要烦我一个，啊，冲我来。水开了，你去泡泡面吧。
我去泡面。哎。莲花。谁呀？神经病。哎，又帅了，季主任。把你资料你看了没？花，我的方案你肯定是同意的吧？要不然你也不会打电话叫我去会诊啊。你那个只是理论上可行，出血问题还有术后并发症，你都考虑过吗？哎，超声骨刀边切边凝血，出血量控制在2000毫升以下是可以做全切。你到底看了没？你问你话呢？您半夜3点给我打电话，到现在几点？7点。你早会还有半小时呢，走，你跟我见老太太去。哎。这个手术你主刀，你先说说。啊，乔阳分享的这个是《柳叶刀》最近的一篇论文，他们同时也发布了很详细的视频资料，我看了，确实很有启发性。不过呢，这个边切边凝需要长期的临床经验积累，我们才做过几台。你刚才说出血量控制在2000毫升，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。方婷这个手术本身风险就极高，所以我不建议采用这么冒险的术式。你叫我去会诊的时候好像不这么说的啊。我是让你旁听一下，我没说同意你的方案。厉主任，黄婷想做全切，确实跟我说过很多次了。人大会小会我老跟我们强调，患者的想法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尊重。患者的想法，我们当然要尊重，但那必须是他真实的想法。小乔，手术是为了给病人解除痛苦，不是给大夫过手瘾的。不是您都把我给说糊涂了，这全切就是病人最真实的想法呀。黄婷亲口跟我说的，20%局部切除的方案，他是绝对不会接受。你看看这个。手术方案定下来了啊！哎，主刀是他们这儿主任，那技术肯定没问题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刚刚说那个红包啊，你看能不能再借我一点？哎呀，你不要急嘛。哎，我现在有点事情啊，我也不跟你说了。你为什么现在手术跟你说？我已经想到新的方案了。我还在争取全切。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放弃呢？你明明知道这一次不做，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。是你跟我说，你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。我说好，那咱俩一起努力，一起去争取。我这还咬牙硬挺着，你不能这个梯子就跑了呀。知道你想要什么，你相信我，好吗？全国的医院我都跑遍了，除了你，没人保证能跟我全切。我这么大瘤子，人家看着都害怕，只有你，高兴坏了，还跟我说什么毒医吧，就是你的小白鼠。
手术成功，也出名，搞砸了，死的是我。想看哪里啊？季主任，您不记得我了？看着是有点面熟。我周静雯，06级的，在规培的时候是您带的。我记得您最喜欢吃学校后面的山楂糕，没记错吧，师兄？这你也记得？季主任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周静雯，抱歉，印象不深了。您印象深不深没关系，我印象深就行。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学校，我们几个女生常常聊到您呢。哎，06级呢？你跟乔阳是同学？是，但是我跟他不熟。季主任，那我们就讲好了，后天来革命见啊。这个真保证不了，我这脱不开身。没关系，我明天再来问你。哎，今年的高峰论坛在你们3院啊？对。能不能邀请我来？行吧，那我给你安排。太好了。乔阳，乔大夫，看这谁啊？你老同学周静雯。季主任，腾冲的视频会要开始了，差点给忘了。你们俩先聊啊，我先过去。小周，保持联络啊，再联系。哎。周静雯，你就不配当医生。乔阳，我们走着去。想到当年跟老师来这里汇报，都胆战心惊的，眼睛只敢看着地板。现在感觉这个楼还挺高的哦。这楼前年才盖。10多年没回来，变化挺大的。你回3院就是单纯想来怀旧啊？这倒不是，我是来找季主任谈合作的，看他有没有可能来革木。才到，10多年不敢回来，一回来就是挖墙脚，你还真是没变哈。我是光明正大的，我开出了比当年杜军还要好的条件，我看季主任有点动心了呢。他这人，超市鸡蛋打折都动心啊。季主任要开一台这么有影响力的手术，等到做完，肯定是鲁河面的前3名好医生，要被挖墙脚也挺正常的。如果你对革木有兴趣，我也可以考虑考虑。那你可快别考虑我，你们民医院从早到晚的拉双眼皮子，我腰不好，受不了那份辛苦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民医医院占市场的80%。将来这些病人要是想要做医美，肯定会来革木。或许吧，我只知道在你那做坏了的人，一定会回3院来找我的。
Most experts do not suggest a complete surgical removal and think that a 20% removal is the most ideal case. The only person supporting you on this is me. You're indeed my teacher. Keep going to say. You definitely would say bird. However, what a true doctor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is how to elevate a patient's pain. The question right now isn't about choosing the better surgical plan, but rather, are you willing to risk your entire career for this? Dr. Yang, I would say yes. I'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every second of my life. And the chances of dying? Recklessness isn't bravery. Can you decrease the chances of dying to a minimum? 还跟我说什么多疑吧？我就是你的小白鼠。手术成功了，你出名。搞砸了，死的是我。你疯了！万一弄不好，毁了他又毁了你。我不做你那个狗屁手术，做了也是白做。咱们以后还有机会。还有什么机会啊？继续做怪物的机会。这一大坨孩子，我不做是个怪物，我做了还是个怪物啊！所以20%局部切除的方案你是不接受？绝不接受，绝不！手术是为了给病人解除痛苦，不是给大夫过手瘾的。是你答应我你能做全切的，你就是个骗子！怪我活该被骗，怪我就该去死啊！我只想像个人一样活着。专家院长来我院参观。我院呢是有着100年历史的一个集科研、教学、临床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。我院呢现在有主任医师206名，副主任医师304名，主治医师407名。哎，陈院长，这是您吗？是啊，怎么不像？不像。这看来你们医院不太好管理啊，看把你们院长累的。这至少瘦了30斤呢，哪儿才30斤啊，50斤，50。多亏了他们，我这脂肪肝都好了。这是陈诚，主任医师。陈主任你好，欢迎你。你好，你好。巨学峰整外的副主任，也是我们的学科带头人。你好，院长好。哎呦，年轻有为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陈院长，这些都是你们整外的精英吧？对呀。刘院士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格木整外主任周静文啊，今天特地申请来观摩学习的。格木乔阳本院整外医师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我轮休，我特意赶过来，就是想给各位专家分享一个我院的特殊病例。各位专家这边请。请吧。选择全切的方案，对我们医院和整个团队来讲，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。我们也是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的，来传一下。那各位专家也看到了，我的这位患者呢，是一位青春年少的女孩子，她今年才23岁。那如果说未来的几十年里头，她都要顶着这样一张脸去生活的话，那她是没有一天轻松愉悦的日子可以过的。也因此呢，我们在跟患者本人以及患者家属非常深入的商讨之后呢，我们决定跟患者一起来为他的未来搏一把。各位专家手上是我们这次初步方案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周大夫，方案呢还不成熟，班门弄斧了，也听听专家们的意见。这个小姑娘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方婷，你放心，交给技术人没问题的。这个案例我们院也特别关注，尤其是做这个全切的手术，真是不得了。要不是像季主任家有胆识，陪着病人冒险，你还真是我们年轻人的好榜样啊！是病人和医生共同的冒险。当然了，首要前提是我们医生得有自己的判断。季主任已经带着我们进行了这个非常严密的术前探讨，
我们也对所有的风险进行了全面的评估。我们整个团队呢，也会用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去面对一切有可能发生的问题。所以对这一次的全切，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。科里当然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了。刘院士，可能您不记得了，我毕业那年正好是您到我们学校去做演讲。您在台上说，医学的每一点进步都是要力排众议的。那医学的每一次发展，就是要敢为天下先。哎呦，谢谢你记得这么清楚，谢谢。您这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。所以这一次，季主任真是顶了非常大的压力。那尤其是厉主任，他对全切的方案是给了最大的支持的。您看，他们这个方案做的还是很用心啊。小姑娘，你看，你有这么用心的主治医生，一定不要放弃希望，好不好？我是不是能有一份方案啊？我看每个专家都有。没纸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陈院长，你们哪天做手术通知我们一下，我们大家都一块观摩一下，好不好？一定一定，欢迎光临指导。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从来就看不上科里那些人，别说同事了，我爸妈，你爸，你关心过谁呀？你尊重过谁呀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在乎的人，你只在乎你自己。谢谢你这么高评价。老太太到底怎么说？你以为你搞这么一出，老太太就能松口了？万一出点意外，你那前途还要不要了？全切才是我想要的。方婷有权利过正常的生活。你不用每次都那么较劲啊，她不是乔慧。你行了啊。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。行了。老太太不同意，但是方婷找她了，说要么全切，要么不做了，立刻出院。明天上午8点，全院专家会诊研究你的方案，你主导，满意了？季主任不肯来吗？你消息可真快啊！今天上午要不是约了经理老板在喜来登谈超光子、超声炮，我也过去了。现场都是我的眼线，4院韩主任、7院老马，还有华科会卢总，那都是多少年朋友，全程给我直播。怎么听说现场杀出个陈小金？不好意思哦，我还得看点资料。教授，我考进来就是为了读您的硕士，我和乔阳分数一样，为什么选他不选我？周静文吧，总算对上号了。全临床选硕的每个科室只能留1个人。为了这事儿啊，我还专门找过你们冯院长。你们冯院长骂我，别太贪心了，不能所有的好学生都归你一个人。这事我尽力了，没办法，确实没办法。就因为乔阳是本院的，选不选他，和他是不是本院的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他是我抓就抓上的。不服？我去抽烟。你哥给我的，有2万。拿着吧，要不然他睡不好觉。我哥这人从小就这样，胆子小得很。要是害怕就再想想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
中的时候，这瘤子还没这么大，同学给我起外号叫金角大王，我很生气，撕了他们的作业本。后来这瘤子越长越大，人缘却越来越好，全班的好人好事作文写的都是我。再后来，大家看到我的第一反应都是害怕，说我是怪物、畸形、像马、像鱼、像恐龙，还真不像人。这是我小时候，小时候挺可爱，现在呢？胖了点。人家都说了，小时候好看靠基因，我就靠你了。现在想想，金角大王还是挺可爱的。弟弟啊，咱不紧张啊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你不是想去新疆吗？爹带你去，咱们想去哪儿去哪儿，好不好？啊，家属请留步。别害怕啊。哥，等结束了，你就忙你自己的事去吧，别再这么累了。别害怕。哎，老季，你那前妻可真够厉害的呀，闹成这样还让他主刀，你是不是什么把柄在他手上？老罗，啊，你投我少是有原因的。你别不爱听，你看你们家现在那位，以前也是科里的护士吧，现在全职太太，每天没事儿做做脸，遛遛孩子，多好。那乔阳就不知道享福，天天在这儿跟我们争得头破血流的。老罗，你太太都500项高管了，赚的可比医生多多了。你说，你怎么也还在这儿给我当助手呢？在家遛孩子多香。不舒服啊？原来我也怕死。我进过无数次的手术室，只有一次是我躺在台子上，那次我是个病人，大概跟你现在差不多大年纪。大夫跟我说：“你把眼睛闭上吧。”我说：“不行，我得看，因为我怕这是我看见世界的最后一眼。”那给我主刀的也是个女大夫，头发花白，戴一个大口罩，笑眯眯的看着我。她跟我说：“别怕，你负责睡一觉，我负责叫醒你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你负责睡一觉，我负责叫醒你。别怕，宝贝儿。”他瞪眼看什么热闹？不想下班了是吧？我前两天看了一医疗剧，你说现在这些影视剧为什么哈？一拍咱们医生做手术，要么就过度严肃。要么呢就是过度紧张，一看出血就大喊大叫，不好了，出血了，咋咋呼呼的，出血嘛止血就行了嘛。要夏萍那样，早到医学院就被淘汰了。原来这地方生工作多啊。注意一下神经保护。这儿有吗？没有，可以下刀。这个大土豆啊，想把它从地里翻出来可真不容易啊！各位领导请进。来，请进。
这位见过吧？咱们整外的厉主任。你好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坐。你好，厉主任。请坐，请坐。厉主任好。请坐。好了好了，咱们看手术吧。来来，请坐，请坐啊。你好，哎，请坐。一定开始来。血出有点多，要出血。血压97、75。切除情况还不错，顺利的话，最多半个小时就完成了。嗯。纱布，出血太多了，根本看不到出血点。出血，吸，往这儿吸。血压76、45。出血。血呢？我去拿。找到出血点了，奠定止血。你别怕，你负责睡一觉，我负责叫醒你。笔记本了。手术继续。你真是叹为观止啊！是啊，这个手术太精彩了，每个环节都处理得很到位，很是完美。以后啊，真是年轻人的天下，后生可畏。
行了。接下来会做一些检查，你放心，会制定适合你的方案的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医生。不客气。别怕啊，蓉儿，别怕。主任，这样的话，他又得面对公众，会不会太残忍了？真正残忍是造成他伤疤、伤害他的那个人吧？至于公开手术，是他同意的。可是做这些疤痕修复对他来说真的有用吗？那你说说看，什么对他有用？畜生，绝对是畜生，怎么下得去手啊？我算了一下，超过3厘米大的疤痕有30多处，算上小的，一共有70多处。我的妈哟！简直就不是人啊！光是大的疤痕修复至少就要6个小时。6个小时做疤痕修复啊？换作是你，你会对这个手术有兴趣吗？3小时啊？公开手术， 8小时，患者也同意了。邱主任，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有魄力的。放眼望去，咱们医院谁能接这个手术？谁敢接这样的手术啊？八手联弹呗，4个人一块儿上。问题是江蓉能分成4班吗？别阴阳怪气的，行不行啊？李总，手术当天能不能安排头部的媒体啊？必须能啊！你要3个小时完成手术，我把所有平台大 V 都给你叫来。太好了，这3个小时完成，不仅做正面的疤痕修复，还可以做腹部收紧。我会尽快做方案。3个小时2台手术。103换液。方婷是吧？哎，是啊。乔医生是不是来过？啊，人家升职了，不在科里了。那他不管我们了？行，换好了啊。啊，谢谢啊。乔阳，恭喜啊！什么乔阳？乔主任，毛发移植中心乔阳乔主任。对。老杨啊，不，乔主任，您这一走啊，再见可就难喽。就您这种情况，再见不难。好。死鸭子嘴硬。这个决定是陈院的意思。方婷的手术做得很不错，院里边非常重视她。上个月呢，这个老隋退休了，毛发呢就缺了一个主任，正好呢可以锻炼锻炼他。你们俩不是离婚了吗？你这么替他说话，不怕你媳妇儿吃醋吗？主要是觉得乔阳这么好的技术，去毛发真有点可惜。他属于为手术而生的那种人，而且您了解他那个臭脾气，在那边时间长了，万一有一天他……我建议你把眼光放远一些。我们是整形外科，跟别的科室不一样，安全纪律不能有一点差错，越是医技高超，越要小心翼翼的。乔阳啊，是个难得的人才，对，这点呢我比你更清楚。无论是医学天赋、工作热情、勤奋程度，啊，都是没可比的。所以呀，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他。把他磨的脾气都没有了，我也是为他好，放心吧。主任，我觉得他，主任，
服务员，给我个菜单。哦。他来什么我也来一份，还有2瓶啤酒。小胡，你们店最贵那套餐叫什么来着？海陆空套餐788，来一个，开始。没问题，不要香菜。好。我记得你不吃香菜。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在读书的时候，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了。我还记得研一的时候，你拿到学生金刀的头奖，还有2010年那本《中华耳外科》，你写的那篇论文，利用耳甲软骨修复单侧唇裂鼻畸形，我没记错吧？当年我就知道，我们学校唯一能成的就只有你一个，我比不了。打扰一下。你说我们做医生的，上了手术台累死累活连轴转，还要维护良好的医患关系，要不然就被投诉。我想你们大医院应该更烦人吧？最讨厌吃饭的时候有人打扰。你到底想干嘛？给你1分钟。你说我们2个都在同一个行业，怎么都没碰到你？那天见着面也没好好聊。喝一个，开车。干杯！还有40秒。已经半年前的事了，她丈夫即将被宣判，佳柔想要做疤痕修复手术。这个手术有难度，有话题，我觉得非你莫属。3元1台手术给你多少钱？我付3倍。老同学，考虑考虑。真是挺佩服你这种人，你为了达到目的，居然可以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记得买单。这里什么情况？整容失败了呗。这一整容失败，之前谈男朋友都跟别人跑了。谁呀？乔贵整容。明面上整容，这不想不开吗？收费是按毛囊个数啊。您这种情况，差不多2800单位，得花不少钱啊。不过您这个候诊的毛囊数量也不多，不够支援前线的。我觉得您那小帽子挺好的，算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真是头发都拖不起。下一个。季主任，行，季主任也有需求啊。后边没人了，没人了。嘿，好久没看门诊了，还没过瘾呢。老太太让你来毛发，你还真答应啊？这太不像你了。干什么都有代价，我早猜到了。王婷的手术做完了以后，不得给我点颜色看看呀？要不老太太怎么服众？咱俩以后可平级啊！你可得叫我乔主任。你这状态可不太对啊！你想好了，在这你可动不了刀了，这你能答应？哼，我有不答应的余地吗？无所谓了，反正外面还有的是手术可以做呀。等会儿，你不会是想走吧？他们都说你和 PSOA 那边一直在联系。你今儿到底干嘛来的？刺探军情啊？还是老太太派你来看一看回国态度？跟老婆又吵架了？是爸的事儿。
哎，这不是洋洋吗？好长时间没回来了。杨阿姨，哎，经常回来看看啊。好好好。洋洋，这门怎么打不开了？锁坏了，重新换了一把。我爸呢？老乔出去了，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？来，进。季雪峰不说他进急诊了吗？都怎么还一个人出去瞎溜达？他买菜去了，我劝他，他也不听啊。他得一回病啊，就更倔了。等回来你劝劝他。我进我屋拿点东西。结个婚呀，真是麻烦，不说装修，就收拾收拾就2礼拜。那个正好外面收拾出来那些东西，你要是觉得有用，你就拿走。那个，这人太多了，踩了我好几脚，真是。哎，琪琪不是爱吃鱼吗？晚上呢，咱们你怎么来了？我没事。就是痛风，老毛病。哎，季小鹏也是，大惊小怪。你都会做红烧鲈鱼这么高级的菜了啊？文丽的手艺还差点火候。我妈那钢琴放哪儿了？卖了，那花里胡哨东西我们用不上。你以后卖我妈东西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？还有。你有事别老找季雪峰，你女儿还没死呢，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？找他怎么了？啊，人愿意，我找得着你吗？我打电话你接吗？洋洋留下吃饭吗？你也不早说，家里也没有好菜。不有鱼吗？可也不挑。今年的国际护士节，各地举行了一系列。你这手艺有进步啊？还行吧。前几天你那手术，全期是对的。你看我方案？季雪峰可真行。他是骨线增殖，跟单纯的纤维瘤还不一样，病变范围大，长了7、8年了，那并发骨折那是大概率的。像这种情况也不一次性的做干净，后期啊还得骨科给你们擦屁股。要擦屁股？会诊的时候那骨科王主任就在场，20%那方案人没意见啊。王志，哼，他当然，他不会反对，他从来就不会反对。近日，持续引发社会关注的家暴致死案件昨日宣判。据记者了解到，被告人妻子目前正在治疗当中，没有出席庭审。这些年来，一件件的家暴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。我最看不了这种事儿了，自己孩子都打死了，那还是人吗？女人最重要的是嫁对人，选错了人，一辈子就完了。你是怎么得出这结论的？远的不说，就说琪琪的前男友，他就是心眼多，跟他没有好日子过，还是现在小豆好。他直接跟琪琪说，婚礼就让我们操办，一切都听我们的。这孩子啊，人品好，踏实，琪琪性子软。容易受人欺负，就是说那天选婚纱吧，那售货员就那么忽悠几句，他就动心了。婚纱，这玩意儿就是个一次性用品。是啊，还2万多呢，幸亏你爸拿了主意，才选了合适的，对吧？那个红的啊，中式旗袍，多喜庆啊！人结婚你给选衣服，怎么了？真是。结婚礼什么时候啊？月底。哎，老乔，
你怎么没跟洋洋说呀？我们也是觉得你太忙了，怕你不能来。他忙什么呀？他现在天天忙着往人脑袋瓜子上种芝麻。人植发也是外科，你就不能对别的技术部门尊重一点？吃饱了，你慢慢吃啊。你要是有琪琪一半那么听话，就不至于混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说你去干那个有什么意义啊？这人脑袋上没头发就不能活了？我有时真怀疑季雪峰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俩价值观都出奇一致。你觉得没意义，但有人在乎呀。我有这手艺，可以让人活得更体面、更漂亮，这怎么就没意义了？什么意义？那漂亮能当饭吃吗？你说你妈那时候，地都下不了了，还非得天天戴假发，戴来戴去，给她戴好了吗？是医学，是我的专业技术能给她治病。你不也没给她治好？这是王琦的婚纱吗？对啊。给我吧，我就是王琦。